就是早上可能他会跟我们拥抱啊，就辛苦你了什么，就这样 I love you baby but you gotta go brush your teeth。真的，而且他已经刷完牙，我还是觉得他嘴巴很臭，用完漱口水，我还是觉得还是有个味道，瞬间就可以体会到狗的感觉，就鼻子变得非常敏感，脸的那个味道就很油。然后就是我就一直跟他讲说你洗脸了吗？他说有，我说没有，你去用我的乳液香一点，这样。然后用完我还觉得不行。Hello，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吗？我们都是好妈妈。今天的怎么办大讲堂要来分享的主题是怎么办？孕吐让我好厌世，吐到我衣服都绿了。等一下，今天这个主题，你选这个衣服颜色，虽然大家看着有点不舒服，拜托不要弄我们。那我们要来问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孕吐的经验？我自己我没有很严重的就是吐，印象比较深刻可能就是有一次我去上厕所，然后那时候在大号的时候，然后就突然觉得，因为我以前不觉得我自己的很臭啊，就是可以忍受的，然后那天就整个就是 release 完之后就觉得完全不行，然后就整个吐，然后我老公也吓到说，因为自己的味道太重，对，然后我老公也说你怎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是我自己让我自己吐的。Oh my god！ 有一次跟老公去旅行这样子，然后就在美国很难买到就是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合胃口，又怀孕更难买到，所以有一次已经好不容易筛选，觉得说有一家 OK 的东西，结果他买了2份这个就是便当回来，然后他一进那个饭店的门，我就说你现在立刻出去，我没办法吃这个东西，2份都给你，然后要到阳台吃，他就真的自己一个人拿着2份便当，然后在阳台吃，然后我自己在房间里面就是这样子在看电影，然后赶快让那味道过去，真的很可怜，真的。我觉得我老公好像特别在怀孕初期有很多需要包容我们的地方，对，像是就是那时候就是早上可能他会跟我们拥抱啊，就辛苦你了什么，就这样 I love you baby but you gotta go brush your teeth。真的，而且他已经刷完牙，我还是觉得他嘴巴很臭，用完漱口水，我还是觉得还是有个味道，瞬间就可以体会到狗的感觉，就鼻子变得非常敏感，脸的那个味道就很油。然后就是我就一直跟他讲说你洗脸了吗？他说有，我说没有，你去用我的乳液香一点，这样。然后用完我还是觉得不行。我那时候甚至就是怀孕的初期，没有一次可以自己煮饭，然后我也是，就煎蛋也不行，然后弄到肉更不用说了，油蔫的味道，排骨我要穿烫的时候把那个水倒掉，哇，不行，一起吐，你知道吗？我人生当中没有这么渴求过想要吃台湾的食物，台湾的美食。你知道我那时候超想吃蛙粿，这里哪里买得到蛙粿？我想吃到哭，好可怜，想吃到拼命哭，然后就很想家，我就觉得有妈的孩子真好。但是我也有一阵子，大概怀孕6、7周的时候，突然很想吃台湾盐酥鸡。就是会改变，对，就是那个盐酥鸡粉的味道。然后楼下就是 TNT，所以我就去买，然后就变成早上TNT 就是这边的华人超市。对，然后就是稀饭也加一点，然后吐司上面也加一点，但是就是一个阶段，没有说好像同一个食物吃很久这样。对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比较厉害的一个症状是，我大概每2个小时就会肚子饿，然后就一定要吃东西，而且是很好玩的是，我可能现在感觉一点点饿，然后过5分钟后就是已经是饿过头，就是那个饿的很快，就这样。我现在已经有点饿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去旅行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讲说，我时间到了一定要吃饭，现在开始有点饿了，开始有点饿，然后等一下过几分钟，不行了，我已经饿过头了，我开始想吐了，就是还蛮没有办法去 get 到那个时候的感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会比较多是 gag， 就是干呕，对，干呕，所以还没有到就是说吐得很厉害的经历，对，但是就是开始有一点点恶心的感觉的时候，我就会吃姜糖。我其实那个时候是医生有给我开药，然后他也有跟我讲可以吃那个 B6，也是可以止吐，维他命 B6，对，维他命 B6，就吃药就好很多，因为我稍微严重一点，对，可能我那个很严重。然后还有就是我尽量在这边的华人超市找一些我就是比较符合台湾的食物，然后去吃。很奇怪，我就吃了台湾的食物，就不会这么不舒服。对，会。我那时候也是突然就吃回很多我小时候吃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最熟悉的一个口味。对。好啊，那我有听过啊，就是有妈妈她因为受不了孕吐的关系，所以因为太痛苦了，所以她把她的小孩给拿掉，超级无敌伤心，而且她不止拿一个，所以我就想要看看你们有遇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因为孕吐而很厌世过吗？我是没有听过朋友把宝宝拿掉，但是我是有听过朋友，就是她从怀孕开始一直吐到就是生，真的是吐到生，然后她现在就是不太敢再生第2胎。我了解她是跟我讲，她怀第1胎的时候没有怎么样，可是第2胎的时候就也是不舒服到每一天都躺在床上。我可以想象，可以体会那个妈妈的心情，就你这么的不舒服，因为人生病不舒服的时候，你本来就已经就心情好不起来，然后如果每一天都这样的时候，那真的是会很难。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老公，我记得那时候我老公我不舒服的时候，他就鼓励我，就说以后你就可以跟你的孩子讲说，妈妈为了生你是这样子的话，代价这么辛苦哦，就是好像对于未来有那么一丝的盼望。对啊，我自己都是闭着眼睛吐，因为我觉得再看到那些呕吐物，我会更想吐。对，然后我老公竟然就在我旁边，然后这样拍着我的背，然后这样拍着，然后眼睁睁的看着那些呕吐物在上面飘，然后完全面不改色。我就突然觉得，哇，我老公怎么突然变得好像很 man？ 对，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的老公有觉得你们老公变这样吗？有啊，那时候我吐的时候，他就会拿毛巾、热毛巾，然后就这样帮我擦脸啊，然后就是帮我清，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说，对不起，这个味道真的像现在这样子，不能卡到自己口水。对哦，谢谢。对啊，然后那时候他就是会帮我，就是可能泡什么热水啊，尽量就是你会感觉到其实他是有点不知所措，可是又很想要让你觉得很舒服，然后我就觉得很 sweet。我那时候是到怀孕后期的时候，因为就是会腰酸背痛啊什么的，所以我老公是每一天晚上都帮我按摩我的脚，然后按到我睡着，每一天。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老公继续哦。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孕吐的原因是什么吗？其实医学上面讲的就不是非常的明确啦，但是好像妇产科医生是表示，因为我们怀孕之后，身体里面的荷尔蒙 HCG 这个荷尔蒙会增加，然后这个增加就导致我们的身体有一个会想要呕吐的反应。当然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然后有些人是可能前面3个月会比较严重，多的人是这样，那也有一些人是一直到生产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之前有听过一个研究，他是说，其实呕吐的现象反而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护机制，就是反而有孕吐的妈妈，流产几率反而比较低一点。身边的人到底可以怎么样帮助呢？比如说你的老公，刚刚我们有提到，突然觉得他们这个时候突然变得很闷，但是也有很多的妈妈，我们知道是怀孕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你的先生因为在工作，或是可能各式各样的原因，爸爸是没有办法在身边的，然后妈妈是需要自己独立去面对这个怀孕跟痛苦的过程，其实真的非常辛苦，也很难有人可以理解她的痛苦。或者有2胎，或者是你有另外一个孩子需要照顾，对，这都很多，所以到底可以有什么样的方法是给这些妈妈一些支持？我觉得，妈妈们可以多看看宝宝的照片啊，听听宝宝的笑声，然后让自己心里有个期待，就是这个只是一个阶段，再过不久你就会跟一个很可爱的宝宝见面。超开心。我有听过一个例子啊，是就是老公听到老婆那时候怀孕一直在孕吐的声音，有一次就转过来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装了？你这样装很烦欸，这样完了，我就觉得天哪，因为就是可能爸爸他自己也觉得很烦，然后他就觉得你一直在装，在博取我对你的同情，我就觉得天哪，就是你们会想这样吧？对啊，我真的觉得自己这样子受对啊，就是没有人会愿意，然后但是我们是在孕育一个生命，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身旁的人一定要非常注意你嘴巴讲出来的话，就是你嘴巴讲出来的话会很大的影响这个妈妈。对，就是不只是妈妈，还有一个宝宝。对，对，宝宝其实我觉得他也会感受到妈妈的心情。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周围的人都要很注意我们嘴巴讲的话，多讲一些鼓励的、正面的，然后让这个妈妈觉得说，她现在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被理解、被谅解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那我有一点就是注意到，就是怀孕的时候啊，可能常常会有一些饭局跟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可能对方请客，你就又不好意思去拒绝人家请你吃的可能很多好的东西。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有几次我就会很有礼貌的，就是点点头，可是其实没有吃。然后后来他们发现你没吃的时候，又夹很多到你的盘子上，然后我就只好很直接的跟他就是说，哦不好意思，因为我最近就是胃口可能不太好，怀孕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妈妈也好，或是很多的阿姨就会觉得说，这没事没事，就是给他吃下去，就是要多吃。那我觉得我相信他们也是很热心，就是希望我也可以多吃。他们就会说，没有，这个就是要吃，吃了宝宝才健康，你这样都不吃不行，你的孩子就会很不健康。那我觉得就是说，妈妈已经很不舒服了，她想吃什么就让她吃什么，自在一点，真的。对，这样子我觉得不用给她就增加一些可能没有必要的压力，也是给妈妈不要有压力。可能你已经孕吐很不舒服，然后又给自己一个很严格的，就是我营养要怎么样吃，然后不能不吃什么，一定要吃什么，有可能会让你更不舒服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调a level down， 让自己不要太大压力。对。所以建议各位怀孕初期的妈妈们，如果你们真的有孕吐的情况下，不要厌世，不要放弃，因为能够孕育一个生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真的。然后我们都在这里一起鼓励你们，只要注意饮食摄取够，然后休息够，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好心情。但是当然，如果你因为孕吐情况很严重，体重掉很多的话，我们会建议你赶快去看医生。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也可以留言，然后要记得订阅，然后开启
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千万不要因为厌吐。What is 厌吐？厌吐是一种。厌吐而厌世啦，哎呀。